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加拿大快速通道里边 Express Entry 的常规邀请和分组邀请。常规邀请呢就是 General Draw， 分组邀请呢就是 Category Draw。当然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要先讲清楚一些意义相关的定义，因为很多同学都容易搞混。左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顶上开始，假设呢有很多的申请人，他们都想要申请加拿大快速通道的移民项目，只是技术类移民的项目。但是在申请之前呢，他们都需要经过一个筛选的过程。这个筛选呢，就是 Express Entry System 意义系统呢，本身呢，它就类似于一个考试。那考试有什么呢？考试有分数，考试还有问题。所以呢，意义本身呢，它是一个问卷系统，通过回答问题呢，获得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呢，就是 CRS， 叫做 Comprehensive Ranking Score。这个分数呢，决定了您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的定位。然后有了这个分数以后呢，这个系统会进行第二轮的判定，来判定申请人是否满足加拿大这个技术移民下面的这三个移民项目中的任意一个，分别是 FSW、CEC 和 FST。我们把这三个项目呢，可以理解为加拿大移民部是一个大学的话，它开设的申请院校项目之中的一个。所以呢，申请人如果能够判定满足这三个项目中任意一个呢，他的档案呢就会被放到这个池子里，在这个 pool 里。但是呢，如果申请人算完分数，同时呢，系统判定说您的档案呢，申请人档案不满足任意一个三个中的任意一个移民项目呢最低要求的话呢，那很抱歉，您的档案呢就会被退回。所以呢，很多时候即使有分数，但是因为不满足最低项目的这些门槛要求呢，它还是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池子里。因此上，只要在意义的池子里，它一定是三个 program 中已经中了一个。当然这个不是排他性的，所以呢，申请人可能同时既满足 FSW 也满足 CEC， 然后呢，他还是能在池子里待着的。前面提到呢，因为意义的这个池子里边呢，包含了所有的 CEC、FSW、FST 类型的申请人，所以呢，每次的常规邀请，也就是 General Draw， 大家常说的 General Draw 呢，等于所有的申请人只要在意义的池子里都会参与邀请。这包含了省提名类型的申请人，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个方框里面呢，我们用紫色涂满了整一个框，代表整个意义的池子里。当 General Draw 邀请的时候呢，只要在这个意义的池子里，不论您是哪个类型的申请档案，都会受到邀请。而分组邀请呢，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图片，所谓的分组邀请呢，就是在已经入池的意义申请人的整个大的池子里面呢，圈出来一小部分的符合 IRCC 自己想要的特长或者特点的申请人档案，比如说法语非常好的呀，或者有技工工作经验的呀，或者是有 STEM 行业工作经验的，那这些人呢就会单独的从意义池子里面呢圈出来一个圈，然后呢，只要你满足这个圈里面的要求呢，你才有资格去参与分组邀请的抽选。那所以呢，您可以简单的理解，分组邀请呢，它其实本质上呢就是一个特招生。在您已经有参加完考试，就有了意义的入池分数以后呢，在满足特定的这些 category 的一些特长的邀请，才有资格被邀请到。OK， 最后来快速的总结一下意义它本身是个打分系统，因此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考试，考试完呢会提供一个 CRS 的分数。意义里边考试完呢，需要把您的档案放到 FSW、FST 或者 CEC 项目中的一个来测试是否满足项目的最低要求，满足了呢，您就入池了。Bear my handwriting 太丑了。然后所谓 Category Draw 呢，也就是分组邀请，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考试完以后进行的特招生的定向邀请。比如说法语能力的呀、技工的，或者是医学的呀，或者 STEM 的。那到了2025年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STEM 呢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意义分组邀请的简单的一个工作逻辑。